去了？回去岗去了？回去岗就是我的岗，就是你要回去怎么着？哎，回去怎么着？你在个屋里去聊了？我在屋里去怎么着？我就是我的工钱就是的。家里你愿意不？就在这里。你为什么不愿意回家呢？他家暴，他因为家暴好多次了，打到我什么样子？你就不敢跟他回家是不？是的，他很可恶的。女子陪着丈夫白手起家，更是在38岁高龄產下2胎。然而身價100萬的丈夫卻對她拳腳相向，執意要拋棄她，這究竟怎麼回事？新來的朋友點點關注，我們來看事情的來龍去脈。眼前這個拉着車門不放的女人叫潘菊元，車上是她的丈夫胡子。潘菊元說自己17歲便嫁給了胡子，結婚時兩人一窮二白，為了生計，夫妻二人從湖北老家來到長沙做起了蔬菜批發生意。10幾年打拼下來，也攢下一份家業，有車有房，身價100萬。在她38歲的高齡，更是為了胡子冒險生下2胎。可就在第2年，丈夫胡子卻對她拳腳相加，1歲多的孩子更是因此摔得鼻青臉腫。那麼夫妻之間到底發生了什麼？結婚20多年的夫妻感情，丈夫為什麼會是這個態度呢？我看你堂客過來在你旁邊站這麼久，你連看都沒看他一眼啊？看什麼好看的？是你堂客啊？什麼堂客了？眼前這個男人正是潘菊元的丈夫胡子。見到妻兒的到來，他都不願抬頭看一眼，言語之間對妻子滿是不屑。面對潘菊元的指責，他絲毫不在意。對於兩人的感情問題，他也不願多談。最後他堅決表示要起訴到法院離婚。隨後他更是轉身就要離開，而這樣的態度直接激怒了潘菊元。回去崗去了？回去崗就是我的崗，就是你要回去怎麼着？哎，回去怎麼着？你在個屋裡去聊了？我在屋裡去怎麼着？我就是我的工錢就是的。潘菊元緊緊拉着車門不讓胡子離開，她指責丈夫家暴不負責，夫妻之間就這樣對峙着。胡子表示，他和潘菊元之間已經沒有感情，這段婚姻已經沒有存在的必要了。可既然如此，夫妻二人為什麼還要生下2胎呢？對的，我都知道了，我已經把他這個人看穿了。他跟小三買了車買了房到居州，這可以去查的，他都是偽裝的，他就是感情破裂了，他把他的後路還策劃好了，這外面的錢他還收了。潘菊元的話讓人大吃一驚，她說丈夫之所以執意要離婚，根本就是有了小三，甚至早有預謀要轉移家裡所有財產，這會是真的嗎？面對潘菊元的指責，胡子表示這根本是無稽之談，他才是這個婚姻中的受害者，反而是潘菊元早在2年前便轉走了家中的75萬存款。他說我買田狗去，他把我的田狗去了，把我的財產全部轉走。眼下夫妻雙方各執一詞，潘菊元指責丈夫有了新歡，胡子指責妻子早有疑心。那麼真相到底是什麼呢？20多年的夫妻感情為何會走到如今地步？第2天，潘菊元帶記者來到一個小區內，他聲稱胡子在這個小區裡跟一個女人住過一段時間。哇，他自動的啊？自動的吧？自動的。有時候他有時候一天是在這裡面沒出去啊。有時候一天都在這裡面沒出去，要麼就是晚上3、4點鐘出去。對，他這還是生意。那肯定就是在這是有房子的，是吧？小區值班的保安一眼便認出了胡子的車，聲稱胡子一直和妻子住在這個小區內。再三確認下，小區保安確定了胡子的照片，可他沒想到那女人並非胡子的老婆。那麼胡子真的是因為這個女人才堅持要跟潘菊元離婚的嗎？可為何還要生下2胎呢？當天下午，胡子打來電話，聲稱有一份重要的證據。這個單，你問他是誰要生的，是誰要我要打掉，他不打掉。你好不負責任的嘞！你沒帶去搞過一次檢查了，你沒搞過1寸大的東西給我吃過了，你還說這個？你負責任，全部是你負責任。在胡子口中，他和潘菊元感情已經破裂。當初潘菊元意外懷孕，他本想打掉孩子，可潘菊元卻堅持要生下2胎，他也是無可奈何。在他看來，潘菊元根本不是一個好妻子、好母親，無論是親人還是鄰里關係都十分惡劣。隨後他又拿出一份厚厚的取款記錄，上面顯示從2014年起，潘菊元的名下有75萬元被分批取出。胡子說這就是潘菊元轉移家產的證據，正是如此他才堅定的要與潘菊元離婚。看到這一幕，潘菊元瞬間情緒激動了起來。太虛偽了，太虛偽了，他做的太失敗了，他搞的假的，他太虛偽了，他太沒良心了，他太沒良心了。難道潘菊元真的在轉移資產嗎？為了調查真相，記者走訪了附近的居民，得到的答案基本一致。街坊鄰居說，潘菊元老實本分，早些年一直辛苦做事，直到孩子出生後一直都是一個人在照顧。潘菊元的辛酸和不易他們都看在眼裡，那麼轉移75萬財產又是怎麼一回事呢？潘菊元說自己根本沒有轉移家中財產，那些錢確實是自己取的，之所以分幾次取出都是丈夫以進貨的名義從她這裡要走，
甚至家中的錢箱也被丈夫撬開。自己現在一窮二白，身上只有兒子滿月娘家給的3000塊洗錢，她都捨不得花。從懷孕到現在，她一直這麼堅持下來的。可是到如今，潘菊元又該如何選擇呢？潘菊元說，自從17歲嫁給胡子，便開始做起賣菜的生意，每日早出晚歸。丈夫胡子每天早起進菜，她便晚歸賣菜，夫妻倆同甘共苦，日子雖苦但感情好，兩人過得幸福。如今她也過慣了苦日子，對於生活她要求也很簡單，有份家業，兒女雙全就是最大的幸福。儘管到了這個地步，潘菊元還是想維持這個家的完整。那麼胡子又是什麼樣的態度呢？還是堅持要離婚嗎？我們一鬧就是不和，就是不和，兩個沒有溝通。那怎麼能過20多年呢？講了这麼講就是反正一鬧就是個一個鼻子朝東，一個鼻子朝西了，一鬧就是冷戰了。他是霸氣那個人想的，付出到極點，但任何人都是這樣講的。他是一口咬定別人講出那個沒問題，他就承認進錢，他不承認出錢，把他一分錢出來的。你說1塊錢，他就要你10塊；你說10塊，他就要9塊。他好像這麼抽屜，看他，你憑他的想象都想得到不？是不？你就现在看他跟他講話的這個語氣，你就知道。胡子表示，自己跟潘菊元結婚20年來，頭2年關係還是很融洽，後面最大的問題就是缺乏溝通。胡子說，自己和妻子本就疏於溝通，而潘菊元性格固執，經常一言不合就爭吵不休。早些年兩人都為了生計奔波，得過且過。隨着日子越來越好過，積壓已久的矛盾最終爆發。胡子也坦言自己確實有關係密切的異性女友，現在早已沒有聯繫。現在離婚的理由根本就是眼下生活實在苦不堪言。作為你一個女人對男人不好，男人會想到什麼彎曲啊？這是個愛人。你一個女人對男人不好，男人肯定會出去尋藉嗎？可不管如何找借口，他都曾背叛婚姻，給潘菊元帶來的都是真實的傷害，完全沒有盡到一個丈夫和父親的責任。最後他也承認潘菊元的辛苦的付出，提到這個胡子的態度有所緩和，他坦誠妻子確實和自己吃了很多苦，事到如今他們也並非全無感情。最後在記者的勸說下，胡子同意和潘菊元到心理諮詢室做最後的溝通。因為為什麼呢？他們差距太大了，現在，因為他就完全來了農村的女人不富裕，你看這麼多年在城市來了這麼多打拼這麼多年了，還是這一成不變。你聽到沒有？聽講了沒有？我現在講這個意思聽清楚沒有？這也是真正是心理的老師。所以你就把你的心裡話也說出來不？這一下子講出來了。因為我跟你說，你要這樣想，你跟他跟你在一起，因為你們現在有點錢了，不像以前，對不對？要為生活而奔波，現在有點錢了，那麼你們要找到共同的語言，找到共同的生活的方式方法。但是你還是像以前一樣的說話，自己這個老觀念裡面，要把錢牢牢的抓到心抓手上，還是曾經那個，哎呀，今天賺100塊錢，我要存個110就好。你把錢存夠了，你老婆就離走遠了。調解員一針見血地指出，胡子和潘菊元之間最大的問題就是不同步。從農村到城市，從沒錢到有錢，丈夫胡子總能很快調整自己適應當下生活，而潘菊元則是一成不變，無論是感情還是思想，兩人都不同步。隨着時間推移，隔閡也越來越大。而胡子這一邊最大的問題就是對妻子的忽視和冷漠，最傷尊嚴的行為就是出軌。當出現問題時，胡子選擇的是逃避和背叛。面對調解員的指責，胡子沉默了。直到這個時候，他意識到自己的問題。最終在調解員的勸說下，他表示會重新審視自己，忠於婚姻和家庭。潘菊元和胡子都表示會按時接受婚姻諮詢輔導，建立起溝通的橋梁，重新經營好這個家。這20年來，他們第一次正視夫妻之間的矛盾，第一次向對方邁出信任的步伐。只有真正懂得珍惜和尊重，才能讓婚姻變得甜蜜而持久。那麼你又怎麼看待這件事呢？如果是你，你會選擇原諒胡子嗎？歡迎視頻下方留言討論，我們下期再見。